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y Sniper 大鱼视角频道，我是 Jerry。到今天为止啊，我的频道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好几种枪柄杆的抛投方法，像这个并无泯成的回旋荡抛啊，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春田机的下压抛啊，还有我们最近分享的侧手回旋和小转抛啊等等。那在每一次分享之后呢，都会收到观众的类似的提问，就是说你这些抛投呢，虽然说挺实用，但是看上去呢仅仅适合于枪柄钓具。那我们用纺车钓具的话，能不能一样做出像回旋荡抛啊、侧手回旋啊、下压抛啊等等这些抛投呢？那还有一部分问题呢，主要是集中在用纺车钓具的时候啊，有哪些贴士和窍门可以值得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就是要着重的跟大家讨论一下，怎么样用纺车钓具做出上述的像回旋荡抛啊、侧手回旋啊、下压抛这些抛投。另外呢，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用纺车钓具抛投时候的一些贴士和窍门，所以不要走开哦。实际上，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关于枪柄杆的抛投，像回旋荡抛啊、侧手回旋啊等等，都可以用纺车来抛投。然后区别呢，就是在于这个纺车的话，它因为后面没有通过线杯控制线速的这样一个功能，所以说在这个线杯擦线啊，就是你用这个手指去摩擦线杯，跟一般的枪柄杆会有一点区别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一一的演示一下，怎么样用这个纺车钓竿来做这些抛投。所以我们先从荡抛开始。我这网络上呢有许多视频，就是教这个纺车 pitching 的话，他说要拉线啊，什么有各种各样的招数啊，那些都没问题。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纺车 pitching 呢，实际上就是大家在抛投的时候不用改任何的姿势，基本上。所以我这边呢有一个1/8盎司的铅头钩，然后加上一个4寸的小的 T 尾，我们来做一个 pitching。看见没有？就它的姿势的话，实际上跟一般抛投的时候一样，也是线勾住，然后呢，这个手可以拿下饵或者不拿下饵。关键的就是你还是要把杆子一开始的时候要指向下面，然后把它抬起来。然后也同样，因为这个纺车在抛投的时候，后面线杯是基本上没有阻力的啊，在荡抛的时候啊，不用去发力啊，稍微轻轻的一发力，它就可以抛得很远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如果你单手的话也可以哈，对吧？就是这么一个动作，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动作就比较连贯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连贯动作主要就是掌握好开杯的时机，在饵回到身边的附近的时候呢，开杯，然后直接就可以荡出去了。你如果两个手要连在一块的话呢，可以把它的那个出杆的速度频率给它提高一些，但是没有太大的必要，我觉得哈。你一般要纺车要 pitching 的话，这毕竟用的也不是特别多，说老实话，你可能就是钓铲长啊，钓一些岸边的东西，可能用的多一些。讲完了这个纺车的 pitching， 那接下来要很自然，就是纺车的 roll pitching。也是轻轻的一转，然后靠这个饵，它自重飞出去就行了。纺车的回旋荡抛也是一样的哈，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了，然后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慢一些哈。那手臂动作呢和用枪柄杆的回旋荡抛一样，然后视线时机呢也和用枪柄杆的时候是一样的。低弹倒也是可以做到的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侧手回旋哈，这种侧手回旋抛的话，纺车也可以玩。纺车的话一样的，就是你这个手指啊，去蹭线杯蹭的要勤快一些，因为它毕竟是完完全全松懈的，你不像那个双轴卷线器那么好控制。你只要把持杆的手啊保持动作，然后用前臂带动旋转就可以了，不用翻手腕。纺车丢这种非常小的饵，像这个饵，我们上次给大家称过哈 ，BFS 的时候，这个饵就是加起来3点几克。那这个饵的话，在这根 F4的纺车杆上基本上不能漏的，对吧？你看你要抛投的话还是挺难的哈。但是
我拿这个饵，我来侧手回旋的话就可以，看，对吧？就这个很容易出去。纺车抛这种小饵啊，特别小的饵 ，micro jig 啊这些东西，侧手回旋荡的话一样，因为它有一个，就这样子。你如果用一般的这种抛法的话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啊。当然它的那个一般的抛法，你如果不能很好的漏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砸下去的。你如果用这个侧手的话，侧手旋荡，你看这个距离就远1倍可以。回旋荡抛和侧手回旋在纺车卷线器上抛投的话，像对这个倒吊吊组啊之类的，这个抛投实际上还是非常有用的，让这个倒吊吊组入水的时候非常轻哈。然后同样的小转抛呢就更简单了，小转抛。再看一下纺车的下压抛。一样哈，就是你运杆啊，然后这个视线时机啊什么的，跟那个枪柄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。啊，主要就是你这个握杆的手可能需要翻一下。你看到没有？就这样子，把这个杆子侧过来一下啊，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抛。你如果杆子一点都不动的话，直接就是直着正下方的压。这样子呢，可能比较难一些，因为你这样翻过来以后，这个手腕才能够下压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这样拿的话，这个手腕不是很舒服。主要是还是个手腕的动作啊，手腕的动作，下手腕压，杆子不翻过来的话，手腕没法压嘛。它这样手腕一压到了以后，它自然就出去了，这就是一个诀窍哈。然后我们再来个反手。纺车的反手，对吧？纺车的反手跟刚才的下压抛的时候的它的诀窍呢是一样的，就是什么呢？你这个杆子要转过来，为什么？是为了让你的手腕舒服，手腕舒服。你这个杆子不转过来的话，这样子你这个反手很难弄，因为这个手腕转动的方向不是这样转的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哈。如果我们来试一下啊，这样子不翻的话。这个就是抛不远，抛不远也能抛，也不是说不能抛啊，也能抛，但是抛不远。你如果能把它，对吧？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反手。关键实际上都是一些人体工学的原理，就是怎么样舒服，怎么样抛。这个纺车杆的握法啊，你在抛投的时候呢，我一般肯定都是2指在前，2指在后，就这样子握，这样子握。然后这个手指有的是这样子，没有见过谁是这样子握的啊。这样子握的话，因为你这个线啊什么的，这个 feather 的 spool 啊，这个位置就不对了哈，没有很少这样子搞的。当然每个人的手不一样，你怎么舒服怎么握。这是抛投的时候啊，比如说这个是反手，对吧？那像这个纺车抛投，是你怎么样做到一个什么叫行云流水的这种抛投，对吧？就是说我2杆之间啊，在抛下一杆的时候，怎么样做到不看线杯开合？就这个动作，就是连贯的 ，right？ 就这个动作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哟，我还以为中鱼呢，就根本就不用低头看开线杯哈。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呢？是左手把线送到右手食指勾住的同时，左手开杯。然后关于纺车杆子的话，我一般捏的话还是前面2指，后面2指。像现在这种很多杆子的话，它像这个杆子的话，我在操作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甚至于可以整个手啊都捏在前面。
然后勾线的话呢是这样子，勾线的话呢，你不用把这个手指啊勾在这个指关节里面，把它卷起来。有些人勾线的时候啊是这样子，他把它这样子贴在这个杆柄上，这样子的话，不是不能抛，也可以啊，但是呢就是控制不是最好哈。我就是这样子，根本不贴在任何地方，就把它带住就行了。这个线在这个第一节指关节的中间，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勾线的动作要领就是用你的第一节指关节的地方去支撑钓竿，用露在竿把外面的那一节手指的中间部分勾线。什么钓的时间长了，很自然而然的，就是因为你看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入水的时候怎么样来控线，我一般都是用一个手指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啊，还可以减速，这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叫 feather spool。纺车轮的 feather spool， 就不是一下子把它给停死了啊，不是要么1要么0这种。我说的1和0是开始或者停止啊，不是其他的意思啊。你看它。减速蹭线的动作要领就是拿你的食指去靠近线杯的前沿，似碰非碰，或者是留不到2毫米的间隙，不要去摁到线杯上。就是在最后你要让饵完全停止的时候，才会把食指去摁到线杯上面。道理呢，你抛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一开始特别是训练的时候，不需要发太大的力气啊，这样子的话可以让饵飞行的速度慢一点，然后给你的手指啊有更多的一个反应的时间，来蹭这个线杯，然后让它稍微减一下速。纺车的话呢，就是你在用这些饵啊，就是抛投入水的时候，不像这个枪柄竿这样子那么容易来控制它入水时候的一个状态啊，特别是你在用到一些稍微重一点的饵的时候。但是呢，你时间长了啊，熟练了以后，找到窍门了，然后呢也练出肌肉记忆了，一样还是可以做到非常小的水花入水的哈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怎么样用纺车竿来做一般的荡抛、回旋荡抛、下压抛、小转抛，还有侧手回旋，还有一点点抛投时候的贴士分享啊，希望能够对您的路亚提高有一点点的帮助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请一定记得点赞、关注和分享哦。我是 Jerry， 我是住在美国东北的硬核实战派路亚钓人，在这边无死角无保留与您分享路亚钓，特别是黑鹭钓的前沿资讯。大鱼祈愿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